But I really want to give people hope, because right now I'm just showing people how corrupt and evil and stupid this world is, and it's driving a lot of people into despair. And that's not what I want to do. Like I want to be a source of light. I want to be a source of hope. And so I'm thinking of like projects that I can do to give people a sense that there is hope in this world. 最近呢，姜教授做客了拥有海量粉丝的超级网红 Sneako 的播客。在这场对谈中呢，姜教授话锋一转，他不再单纯跟你聊哪个国家要打哪个国家了，他直接把维度拉满了。他跟我们聊起了宇宙的真相、灵魂的法则，以及在这个即将到来的至暗时刻，我们普通人该如何保全自己的灵魂。今天我就结合这一期震撼全网的视频，为大家整理出一套通俗易懂的末日灵魂指南。开始之前，我想告诉大家，我的频道目前有984位订阅者，还差16位订阅者就可以开启广告收益，并为大家持续创作。如果你还没有点赞订阅，请助我一臂之力，您的支持对我至关重要。我们先来聊聊宇宙的底层代码。在学校里啊，我们学的都是唯物主义，觉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才是真实的。但姜教授直接掀翻了桌子，他抛出了古埃及流传下来的赫尔墨斯哲学。赫尔墨斯哲学是一套起源于古希腊和埃及文化交融时期的深奥精神传统，它主要出自为三重伟大的赫尔墨斯就是他所著的《赫尔墨斯文集》。这种哲学对后世的西方神秘学、炼金术、占星术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萌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说，宇宙有7大核心法则，而排在第1位的叫做意识决定物质。也就是说，你以为物质世界是最重要的，错，真正创造一切、主宰一切的是意识。意识就是神圣的力量。当人类的意识高度集中时，你甚至可以创造出神。接下来颠覆认知的地方来了，姜教授说，时间和空间其实根本不存在。大家想想，我们总觉得时间是一条线，有过去、现在、未来，空间是东南西北。但姜教授引用哲学家康德的话说，真实的宇宙是永恒且无限的，它是超越时间和时空的。在宇宙的真理里，过去、现在和未来是同时存在的。那你肯定会问，如果不存在，那我每天看手表看了个寂寞吗？姜教授打了个极其生动的比方，时间和空间其实是我们人类的自我ego为了在这个3维世界里活下去而给自己强行戴上的一副 VR 眼镜。因为宇宙的终极真理太庞大、太抽象了，如果直接塞进你的脑子里，你会崩溃的。这个观点和我之前提到过的《冥想雪松》这本书里面阿纳斯塔夏的父母死亡的原因非常相似。他的父母在触碰到500年寿命的雪松之后呢，由于一下子接触到了全宇宙的信息爆炸而亡。这个系列故事大家如果有兴趣，以后我们可以单独做几期来讲。因为整个时空的信息量太大呀，所以我们的大脑创造出了时间的先后顺序和空间的五官感受，以此来当作滤网，让我们能过好每天的日子。但悲哀的是，我们戴着这副 VR 眼镜太久了，以至于我们相信自己是宇宙中孤立的个体，却忘了我们在灵魂深处其实是全人类、全宇宙紧紧连接在一起的统一体。既然聊到灵魂 ，Sneako 问了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很多经历过濒死体验的黑帮分子说，他们死后看到了红色的门，看到了地狱。教授，你相信有地狱吗？姜教授的回答堪称全场高光。他平静地说，我不相信物理上的地狱，我认为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地球就是地狱。姜教授解释说，如果你去看那些真正深入天堂的濒死体验者的描述，他们到了上面发现那里没有时间和空间，只有一种瞬间度过了10000年的感觉。在那里，他们立刻感受到了上帝的存在，那是一种纯粹的爱、慷慨和完全的宽恕，根本没有恨。邪恶和撒旦这种概念根本不是宇宙自带的，
而是我们人类自己创造出来并投射到宇宙里的。真正的地狱是什么？江教授提到了但丁的《神曲》。地狱其实是人类内心的一种状态，那是你拒绝承认自己的人性，拒绝原谅自己，拒绝相信自己还能被救赎的一种心理牢笼。这时候，斯尼科问了一个让所有人屏住呼吸的问题：那像爱泼斯坦、美国臭名昭著的权贵皮条客这种恶贯满盈的人，死后也会上天堂吗？江教授深吸了一口气，揭开了这帮统治精英最恐怖的心理画像。他说，这些高高在上的精英，他们往上爬靠的是一种盲目，对自己的抑郁视而不见，对自己的缺陷视而不见。他们像疯子一样迷恋权力。所以爱泼斯坦会下地狱吗？在爱泼斯坦那种极度扭曲的脑子里，他甚至觉得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是在做上帝的工作，是在让世界变得更好。但这些恶人真正的地狱是什么？是照镜子。江教授说，他们最害怕的就是停下来休息，然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因为那一刻他们会看到自己脸上写满了邪恶。他们为什么拼了命的想在地球上寻求长生不老，想做地球上的神？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有多热爱手头的事情，而是因为他们极度恐惧死亡。一旦死亡降临，他们也许不会去传统意义上那个烧着火的地狱，但他们必须在永恒的岁月里永远直视自己的灵魂，为自己所有的所作所为买单。对于这帮人来说，拥有永恒的时间去面对自己做过的恶，这就是最残酷的无间地狱。讲完了灵性法则，我们把视角拉回残酷的现实。既然物质世界是由意识主导的，那这套法则在现实中的战争中起作用吗？绝对起作用。江教授提到了中东的一件事，当时哈马斯的一位86岁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被暗杀了，大家肯定都知道了。这位老人其实已经是前列腺癌晚期，甚至到了4期，根本没几天活头了，也带不了兵打仗了。很多人觉得这是美国的暗杀胜利，但江教授用博弈论和信仰的视角分析说，这100%是这位老人故意选择的殉道。大家想想，伊朗和穆斯林武装面对的是拥有无限金钱和高科技武器的美国及其盟友，这是一个非对称的战争。怎么打？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大兵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的，而穆斯林战士却把信仰刻在了每一个细胞里。这时候，这位老人像古代的将军一样冲在最前面，用自己的死亡作为一种神圣的献祭。在什叶派的信仰里，这种主动的牺牲会产生极其恐惧的精神能量，它瞬间点燃并团结了所有的战士去为他复仇。这就是意识，在战争中降维打击物质的绝佳案例。那么，他们拼死抵抗的到底是什么？是西方预言里的敌基督？蒋教授说，敌基督根本不是某个长着犄角的恶魔个人，它是一个系统概念。敌基督就是他们正在打造的那个无孔不入的全球监控国家，它代表着血液里被植入微芯片，代表着只能用数字货币，代表着你的一举一动都被死死监视着的兽民数目。这一帮幕后黑手的终极目的是极大幅度地削减全球人口，然后建立一个巨大的神殿。他们这些精英坐在塔尖当神，而我们剩下的全人类要么变成奴隶，要么变成给他们垫脚的石头。Depopulation Agenda， 人类人口削减计划，各大博主早就已经爆料过。当时我也像吃瓜群众一样当作热闹来看。这个概念最早由比尔盖茨在2010年的 TED Talk 里不经意地流露出来。This equation has 4 factors, a little bit of multiplication. So you've got a thing on the left, CO2, that you want to get to 0. And that's going to be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eople, the services each person's using on average, the energy on average for each service, and the CO2 being put out per unit of energy. So let's look at each one of these and see how we can get this down to 0. Probably one of these numbers is going to have to get pretty near to 0. That's back from high school algebra, but let's take a look.
First, we've got population. The world today has 6.8 billion people. That's headed up to about 9 billion. Now, if we do a really great job on new vaccines, healthcare, reproductive health services, we could lower that by perhaps 10 or 15%. 之后，比尔盖茨又在一次采访中讨论了什么可能导致一年内超过1000万人死亡。Of all the things that are out there, what could cause an excess in a single year of 10 million deaths? Now, clearly, a big war could, and a pandemic, natural or created by bioterror. The natural pandemic, the last gigantic one, was 100 years ago. We are healthier today, but the speed of travel, and therefore the speed of global spread, that works against us. But in some ways, the bioterror thing scares me the most. All it takes is one small terrorism group. Those groups have used things like anthrax that are non-human to human transmissible, and as yet, thank goodness, they've never been able to build or get their hands on a nuclear weapon. Are you nervous about your own life and No. what could happen? This thing will get a lot of countries before it gets to the U.S., but even the U.S. has to think about its global health security. It's a government thing to decide, okay, this is a problem. How do you move resources around? How do you allocate the scarce supplies? When an epidemic hits, governments having been prepared in advance and going through simulations, that will help them make the decisions that are only in their hands. 我当时还在想，为什么要削减人口？底层人是上层人的蓄电池，没有了他们，上层人从哪里操控资本运作这么庞大的游戏？来到当下的时间点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他们早就知道不需要那么多人类了，他们很早就知道 AI 会取代大部分人，所以为了强行促成这个目标，他们正像疯子一样，试图去引爆圣经预言里的马格与哥格之战。也就是逼着俄罗斯和波斯，现在伊朗联合起来对抗这个超级监控帝国，从而触发他们所谓的弥赛亚救世主的降临。江教授毫不客气地痛骂，这帮人就是彻头彻尾的蠢货，他们对自己的末世预言狂热到了极点，甚至不惜毁灭整个世界。听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后背发凉？觉得这帮拿着核武器、掌握着无尽财富的疯子太可怕了？我们这些小小的个体根本无能为力，只能等死。如果你绝望了，那你就恰恰中了他们的计。江教授在视频的最后语重心长地说，我做这些播客向你们揭露这个世界有多腐败、多邪恶、多愚蠢，绝对不是为了把你们推向绝望的深渊，我是想给你们希望，我想成为那道光。他提醒我们，记得开头提到的赫尔墨斯法则吗？其中有一条叫因果法则。因为宇宙万物都是紧密相连的，所以你的每一个想法、每一个举动都会在宇宙中产生震荡。你千万不能说我只是个普通人，他们有核弹，我什么也做不了，我弃权。不，你不能弃权。在这场善与恶的精神战争中，只要有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说出真相，这股力量就会传递给下一个人，鼓励他也站出来。就像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只要你点亮了一根蜡烛，这道光就能刺破所有的黑暗。这是上帝赋予我们作为人类的责任。你要证明你是一个人，首先你必须要有生而为人的勇气。不要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金钱和权利，因为真正的财富是你内心的知识，是你在这短暂的一生中坚持去做正确的事。在这个充满磨难和考验的时代，仅仅是做一个好人，向周围散发一点点善意，就是一种极其伟大的反抗。最后，江教授对着镜头留下了这样一句重若千钧的话，这也是我想送给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观众的灵魂箴言。不管未来发生什么，请绝对不要绝望。宇宙在看着我们，宇宙爱着我们，一切最终都会好起来的。不要害怕黑暗，因为你就是那道光。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让你重新获得了力量，请一定要点赞、收藏，并把它转发给你关心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在这个至暗时刻做提着灯前行的人。我是 Jenny，我们下期再见。